马上冬天了，俺家这大胖媳妇永远是短袖大裤衩，然后加个棉坎肩。你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，这个穿搭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昨天我正经问她一下，她说胳膊上、腿上都是普通的肉，肉可以动，皮可以动，内脏不能动。我说为啥？她说这不很简单吗？你看你买猪肉的时候，冷冻的猪腿肉、猪屁股都可以买，冷冻的皮也可以买，皮冻还好吃呢。但是猪心、猪肝、猪大肠得买新鲜的，冷冻的不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脏不适合冷冻，不适合冷冻。我说哎呀，你可太自律了，你人生的唯一意义就是出栏那天炖一锅豆角，炖一锅豆角。说起这坎肩吧，他还有故事呢。就是当年我回国工作了，他一个人带女儿在国外的时候，他在一个运动品牌打过工，然后这个品牌呢就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个坎肩，就起到这个宣传的作用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现在赚的吧比你多，要不然这活咱不干了，就好好带孩子得了。结果第二天上班，他跟疯了似的，逮谁跟谁说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我再也不用搁这卖马甲了。然后这不就辞职了吗？辞职那天，他同事瞒着他，给他设计了一个惊喜道别 party。哎呀，就给他唱歌道别，就场面整的可煽情了。老板还跟他说，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。他跟老板说，我刚才说话你可能没听着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你要是我，你回来呀。结果一顿炫耀，离职回家，回家发现把人公司发马甲穿回来，领导还给打电话问他，你媳妇不在中国挣钱了吗？你咋还顺公司公务呢？结果你说头一天高调道别，第二天还得回去给人还马甲，但是后来马甲又寄回来给他了，因为这个马甲的下半部分已经被他撑变形了，新来的员工穿上这工装，肚子漏风都拉稀。然后我老公这马甲他穿了很多年呢，4月在成都穿，10月在铁岭也穿。有时候你就在想哈，他是真不冷吗？他说他真不冷，但是你要说他真不冷呢，天天冻得大鼻涕拉碴的，还得兜里揣着亲肤原木金装，特别细腻。即使他鼻炎犯了，鼻子红了，他的亲肤触感也不疼，不刺激，贼软还贼强韧，湿水都不容易破，也不容易掉脂屑。不光冷热部分，他对时尚的品味也很难评。去商场什么欧美版日韩风，什么流行的他都觉得土，就喜欢那花边和大钻。因为他跟我说，他小的时候在义乌走向国际之前，加拿大这种带手工的衣服老贵了。你们看到的他穿的衣服都是被我管束之后的。我要是让他随便按照他喜欢的风格穿衣服，这么说吧，都得离。昨天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也捯饬捯饬，往年轻了打扮。你如果嫌热，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假领子、屁帘这种东西，这样你不真叠穿，但能穿出叠穿的效果，显年轻。屁帘留个边啊！结果晚上我去幼儿园接张大铁，看着他了。哎，宝贝，你干啥呢？我让你留个边儿。露边了。最后我终于解释明白了，留个边儿是留下边儿，不是留上边儿。这回穿对了，潮人去上班去了。但是他的身材吧太特殊了，这个屁帘卡在肚子中下部，他很难受。一天下来不知道咋整的，就秃噜上边去。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我上这一天班，没有人看出来我衣服叠穿，都说我衣服穿帮。哎，你爸穿这是不是有点磕碜？干啥都可吃，吓我了呢。3句话让加拿大人改变冬天穿大裤衩的恶习，我是怎么做到的？众所周知，我们家大胖媳妇和所有加拿大人都是大冷天穿大裤衩子，再冷也只在上半身添衣服。但是今年大胖媳妇这个毛病被我治住了。我是怎么骗的呢？最近北京不是天冷吗？我家住着俩老人，一天冻够呛。大胖媳妇呢，她不懂，她一直以为供暖这个事儿归物业管，就给物业打电话说 ：“Hello， 物业，把俺家阀门打开吧，801开始供暖 ，please。”她打了好几个电话没有结果，就问我：“哎，为什么不给咱们家供暖呢？那铁岭都来暖气了，我要去找物业办公室理论。”我当时看着她丰满的上身和裸露的大白腿，我寻思怎么能治她冬天穿大裤衩这毛病呢？我一想，她最崇拜的是 AI 科技，我灵机一动，张嘴就开始瞎胡说。我说现在每个城市每个区域降温情况都不一样，太早供暖浪费，太晚了冷。那怎么实现最高效的供暖管理？中国现在很先进，就是现在的所有小区的每一个监控摄像头都采用了最先进的 AI 远红外人体扫描技术，谁穿啥衣服都能精准识别入库。这个监控摄像头哈，它如果识别小区里所有的人，哎，穿的都足够厚了，它自己就会告诉暖气开。但凡它扫到还有人穿大裤衩子露肚脐眼子，那就说明还是不冷，它就会告诉暖气再等等。If they see people like you want pass it and then just 这狐狸的。我跟大胖媳妇说，人我听说别的小区都来暖气了，咱小区就因为你不供暖，你就没发现小区居民都烦你吗？大胖媳妇真开始反思自己了。但是吧，大胖媳妇毕竟读过一些书，她觉得我说的话多少有点在伪科学和纯扯淡之间，无法辨别。想来想去，她决定去跟 AI 系统会一会。晚上瞄准了一个小区摄像头，直勾就去了，假装系鞋带。临走了还飞向 AI 再表演一下什么叫做冷。大胖媳妇
媳妇说，我就不信 AI 扫着我穿的多了，它就真能给供暖。哎，你说我真命，好巧不巧，第二天物业就上门试暖气了。这个事儿我毫不震惊，因为人家是1周前就约好了今天暖气试水。但是在大胖媳妇眼里，物业上门，小区即将开始供暖，是因为昨晚摄像头下的4条裤子。他心情无以言状，只能说中国 AI 实属牛掰。大胖媳妇认定了，只要他继续坚持穿长裤子，暖气马上就来。然后昨天晚上，他的好朋友也是个外国人，叫 Angelo， 要来我家做客。突然间，大胖媳妇意识到，坏了，这个老外他肯定也穿大裤衩来。他穿短裤一进小区 ，AI 一识别，那不就一切归零，功亏一篑了吗？大胖媳妇二话不说，赶紧去西门对其实行了精准拦截。You're not wearing pants. 一路避开了各种摄像头。大胖媳妇跟人说，时间紧迫，有人盯着咱们，我先不跟你过多解释了，先穿我的。Angela 还问呢，谁在盯着咱们呢？大胖媳妇说，别问，你被识别到，咱就全完了。OK. Angela 稀里糊涂就被套上了裤子，边走还边问我跟大胖媳妇，咱们到底是干啥呢？我都要露馅了，我憋不住了。结果大胖媳妇跟人说，咱们这都是为了大家暖和吗？你不知道那个远红外 AI 识别系统吗？远红外 AI 识别系统。你是不是这样？你当个屁！张大铁说英语了，但是他说的英语是铁岭限定英语，这种英语唯一的缺点就是说英语的人听不懂。Thank you, 拿铁。张大铁莫名其妙抵触说英语这个事儿，大家都知道，咱也不知道为啥。一直到上一个周末，情况还依旧如此。上周末翟达同学过生日，开 party， 翟达就非得带着他弟弟去。那张大铁老干部呢就不爱去这种应酬，他老嫌人家闹腾，人家玩游戏，你看他。翟达玩的很开心，但是我看张大铁那个完全不融入啊，就让我想起了我爸我妈出国的样子。我就给他叫过来，我跟他好好唠唠。我说你咋的了，拿铁？张大铁说他们围着我转说话，哇，我迷糊。我就鼓励张大铁，我说其实妈妈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其实可以听懂很多英文单词，你是最棒的，你完全可以跟他们沟通，不要害怕。他听完完全没有反应，还是一句英语不说，就是不沟通。我当时已经放弃了，但是谁能想到3天后，他居然自己开始主动说英文，因为他遇到了爱情。虽然他说的英文他爸都听不懂，但是也许能证明一点，能让一个男孩突然奋斗的只有爱情，只有爱情。耳边全是英语的一天，张大铁要疯了。回家路上才得片刻安宁。为了能装下我们全家出行的零食和孩子们的小车，我们专门体验了一把东风日产探路，入门享高配，大家庭出行首选，3排超大空间，航空椅超舒适。那一天晚上，在小广场上，张大铁骑自行车的时候，遇到了一名澳洲女子。女孩迎面骑来，因为旁边横放着一个垃圾车，于是艾莎车和恐龙车在转角相遇了。那个女孩看张大铁的车挺好玩，就用英文问张大铁：“小哥哥，我可不可以骑一下你的车？”张大铁想都没想，张嘴就是一句：“说。”从那一刻开始，铁哥就说英文了。我们一家都很开心，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，他说的英文全是用汉语逻辑说的。Hi, how are you? Beautiful. Pardon me? 我都爬一次等哦，然后爬着。 No, pardon me? 你这人咋这么爬的呢？我奶有爬着我，有爬着我。张大铁第一次人生告白，现场还发生了一起事故。张大铁问他姐怎么用英语说我好帅？他姐和他爸一起教他。被爱情圣火点燃的张大铁，在家对着镜子练了6遍。I'm handsome. I'm so handsome. I'm so handsome. I'm handsome. Handsome. I'm so handsome. You're so handsome. You know. You know. I know what? You know here. 有。这个不是 here， 这是毛。下午终于在小区门口遇到了他的女孩，没想到这临时抱佛脚的英语终究是经不住考验。那个女孩骑车过去，张大铁背对着余晖，面朝着爱情，从车上站起来喊出来一句 I am so hamburger. So hamburger.